在谶纬中，孔子不仅是圣人，而且被塑造为一个能知过去未来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的神。谶纬认为，凡是受命的帝王、神圣，都是由上天降到人间的神。他们从诞生到成长的过程与凡人完全不同。这些圣帝、明王、神圣都是天生的，所以有感天、意表、福命、先知等特征。具体首先来看孔子的神通。第一是感生，感生就是认为帝王和圣人都是自天而降，从天上来到人间进行统治和教化。一般人都是由父母所生，帝王和圣人则是感天而生。西汉时，今文经学派都认为圣人皆无父，感天而生。比如殷商的祖先名谢，谢的母亲叫简狄，简狄有一次在游泳时见到了一个燕子卵，他吞食了，于是有孕，后来生下谢。因此《诗经》说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再比如周朝的祖先是后稷，后稷本名契，他的母亲叫姜原。据说姜原有一次到野外去，看见一个巨人的足迹，他踩在足迹的拇指上，于是欣然有感而孕，后来生下了这个孩子。因为没有父亲，姜原就把这个婴儿抛弃。可是来往的牛马都避开这个孩子，不去踩他。姜原又把他抛弃到森林里，遇到森林里的人又把他抱走。姜原又把他放到冰冻的沟渠里，飞鸟用羽毛去裹住他，使他温暖。姜原感到很奇怪，认为这是神人的孩子，才把他收养起来。因为他被抛弃了几次，所以取名为契，这就是周代的祖先后稷。所以《诗经》上说再生再育，实为后稷。除了谢和后稷，古代帝王还有汤姆、伏都，见白气贯月，感而生汤；太姒梦大人死而生文王。感生说的渊源是来自上古，在原始社会，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。母亲生孩子，那可以是现场亲眼看到，但父亲播种则是早在10个月之前，谁会记那事呢？所以在上古时期，敢拍着胸脯确认自己的爹，这才叫不正常。当然，原始人也不知道妇女的肚子里怎么就能生出孩子，认为女人由于受了神或某种特殊事物奇异的感应，这就是图腾社会原始的感生说。但谶纬中的感生说又不同于原始社会，他认为圣帝明王是圣人神圣，是感天而生，但同时又认为这些人也有父亲。可见这至少需要到奴隶社会婚姻关系明确之后。春秋沃城图中说，刘邦的祖母刘骜梦见像龙一样的赤鸟调戏自己，于是刘骜生下了智家，这就是刘邦的父亲。智家的妻子韩氏在洛池水中游泳，看见一颗赤珠上刻着一行字，说玉应吞此为王克。于是韩氏吞下了这颗赤珠之后，在当年就生下了刘季，这就是汉王刘邦的来历。最有名的感生故事当然是关于孔子的，记载在《春秋颜孔图》里。在公元前552年，叔梁纥年轻的妻子叫颜征在。一次，他在一个很大坟墓的斜坡上游玩，疲倦了就在那里休息，不知不觉的睡着了，梦见黑帝请他。他就同黑帝相交，黑帝告诉他说，将来你生孩子一定在空桑，近似于今天的山东曲阜南山。次年果然在空桑诞生了孔子。因为他的母亲感黑帝而生，所以称孔子为玄圣，玄就是黑的意思。第二是义表，帝王圣人都是从天而降的，不同于凡人，所以他们的相貌也和一般人不同，具有特殊的形象。比如皇帝龙颜，天庭很高，像天上的文昌星，头顶天，足踏地。尧的眉毛有8种颜色，舜的每只眼睛里有2个瞳仁，禹的耳朵里有3个耳孔，所以他能听见神谕而无所不晓。商朝的祖先汤有4个臂膀，力大无穷，所以能安定四方。而周文王有4个乳头，所以他能哺乳天下的人。孔子的仪表更是面相学中必说的经典，所谓有病方为贵，无伤不是奇。
普通人的面相有一个病的就很厉害了，但孔子的面相却有5病。面相里这种说法的根源当然是谶纬中对孔子的文字记述，比如《孝经》纬勾命诀、元神气，《论语》纬摘辅相和《春秋》纬颜孔图里说，孔子的头是四方高，中间凹下，像个反扣的天体，称为反羽，类似泥丘山，所以取名叫丘，这是他的骨相。孔子的口和嘴唇都很大，张开像个斗，舌头有7层纹理，手是虎掌，牙齿像钩星，有一大一小2个喉结，称为腹喉。身长10尺，腰大9围，坐下像蹲着的龙，脊背有点驼，站起来的样子像牵牛星，近看如卯星，闪闪发光。孔子的胸口上还长有6个字，是制作定，是福运。这是说他受天命来掌教治法，推进社会的发展。第3是福命，福命是上天预示帝王圣人寿命的祥瑞征兆。孔子虽是天生的圣人，但是生不逢时，降生在周朝的春秋末年。孔子是玄圣，为黑帝之后，而周朝属木，木的颜色是青色，是苍帝之后。所以《孝经》元神气说：“秋为治法主，黑绿不带苍黄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按照5行相生的顺序，虞朝为土，夏朝为金，殷朝为水，周朝为木，而黑帝是属水，所以黑帝的后代不能取代苍帝的后代而称王，这就叫黑绿不带苍黄。木生火，只有赤帝之后，火德之君才能取代苍帝为王，所以刘邦才有赤帝子斩白蛇的故事。与5行相生有关的五德终始说，是一个十分复杂，也是贯穿中国24史的课题，未来我们也会单独详述。孔子虽然在道德、学问和才能等方面完全可以称王，可惜他没有帝王的命运，所以他只能称为素王。素王一词始见于庄子天道篇，玄圣素王之道。素就是空的，素王就是只有王者之德才，而没有王者之权位的空王。天降一位素王有什么用呢？谶纬说素王的作用很大，他是执掌教化，为后世制宪立法，是掌握大政方针的导师。具体来说，就是为汉王朝的赤统江山，制宪立法。怎么知道上天命令孔子为汉治法呢？这有许多福命为证。最经典的福命就是西狩霍林。鲁哀公14年，鲁哀公率众在大野泽狩猎时，属孙氏家臣捕获了一头形似君身、牛尾、马蹄的异兽。孔子赶过去观看辨认，认为是祥瑞麒麟。这只麒麟耷拉着耳朵，对着孔子，口里吐出袖珍本的3卷书，每卷24个字，其中说：“赤气起，火曜星，玄丘致命，地卯金。”这就是上天明明白白的命令孔子为代周而起的赤帝制宪立法的明证，因此孔丘才修春秋。谶纬认为春秋就是孔子为汉王朝制定的宪法。春秋颜孔图里还记有学书鲁端门，这是指上天怕孔子对于为汉治法抓得不紧，拖延时间，才在鲁国的正门之上又降下血书。孔子叫子夏去看，血书飞为赤鸟，鸟化为帛，鸟枭书出，属曰颜孔图，中有作图治法之状。